Hello，各位好，我是 Vision Lab 收成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超级有趣，甚至有点颠覆三观的主题——自私的悖论。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听到大，不管是生物课本还是社会上的现实，好像都在告诉我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在这种逻辑底下，自私自利好像才是生存的最佳策略。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又会歌颂合作，甚至赞扬那些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利他行为呢？这听起来不是很矛盾吗？今天我们就要从演化的角度来彻底拆解这个矛盾，你会发现答案真的会让人大开眼界。OK，让我们先直接来问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到底自私比较好，还是合作比较好？这问题其实有点陷阱。如果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好像自私的人总是能占到便宜，对吧？比如说分组报告的时候，总有那种什么都不做，想搭便车，最后却能共享成果的人。而那些辛苦付出、合作奉献的人，好像就吃了闷亏。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自私似乎是个稳赚不赔的策略。但是如果我们把尺度拉大，从整个群体的角度来看呢？一个充满自私鬼、大家互相扯后腿的群体，跟一个懂得互助合作、团结一心的群体，你觉得哪一个在长期的竞争中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这个问题呀，其实就是演化生物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激烈辩论的核心战场。要搞懂这个有点抽象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去看复杂的人类社会。你可能想不到，解开这个大哉问的钥匙，居然藏在养鸡场里。没错，我们来看一个关于鸡的真实科学实验。这个实验的设计非常简单，非常巧妙，但它的结果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深刻到足以改变我们对整个演化论的根本看法。好，这个实验是这样设计的：科学家找来一大群鸡，然后随机把它们分到好几个笼子里。他们的目标很单纯，就是想办法提高鸡蛋的总产量。他们用了2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育种。方法一，我们叫它组内选择，或者说是个体选择。他们在每一个笼子里都挑出那只最会下蛋的超级巨星母鸡，然后只用这些来自不同笼子的明星母鸡来繁殖下一代。这听起来超合理的，对吧？要提高产量，当然是选最强的个体呀，这很直觉。好，那方法2，我们叫它组间选择，或者说是群体选择。这一次，他们完全不看单一只鸡的表现了，而是评估一整个笼子的总产蛋量。他们选出产蛋量最高的那几个冠军笼子，然后让那个笼子里所有的鸡，不管它们个别表现是好是坏，一起繁殖下一代。好，问题来了，你觉得哪一种方法会更成功？重点来了，方法1，也就是我们最直觉挑选最强个体的方法，结果完全是一场灾难。经过短短几代的筛选，科学家根本不是得到一群超级生蛋鸡，而是得到了一群精神变态鸡。这些鸡之所以产蛋量高，根本不是因为它们体质好，而是因为它们极具攻击性，根本是鸡界的黑道老大。他们会去霸凌、灼伤，甚至杀死笼子里的其他鸡，来抢夺所有的饲料和资源。结果就是整个笼子乌烟瘴气，鸡毛乱飞，充满了暴力和压力。最后幸存下来的鸡身上也伤痕累累，精神萎靡，总产蛋量反而大幅下降。这真的太惊人了！你选了最强的个体，结果却是亲手毁了整个群体。那我们来看方法2，也就是选择最强群体的结果。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经过几代培育，科学家得到了一群罗杰斯先生鸡，它们彼此之间非常合作，和平共处，整个笼子里的气氛超级和谐。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群体里，大家都能好好吃饭，好好下蛋，没有内斗的消耗，所以整个笼子的总产蛋量在几代之后居然飙升了160%。你看这个实验多么漂亮地证明了一件事：只看个体表现的筛选，
最终会培养出自私和破坏，而看重群体整体表现的筛选，则会培养出合作与繁荣。这个鸡的实验其实就揭示了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单一群体内部，天则往往只奖励自私的个体，他对于整个群体的福祉是冷漠的。你想想看，在任何一个群体里，一个合作者他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别人，他是有成本的。而那个自私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搭便车的，什么都不用做就能享受合作带来的好处。所以在群体内部的生存竞争中，合作者的生存优势往往是比不过自私者。自私的基因在内部竞争中真的比较容易胜出。这就是为什么合作这件事这么困难，也是演化论长久以来的一个大哉问。那问题来了，如果自私在群体内部总是占优势，那合作行为究竟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其实，演化论的祖师爷达尔文早就想到了答案。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双层选择观点，也跟刚刚的鸡实验完全吻合。他认为，天择其实是在2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像是一场双层游戏。第一层是在群体内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群体内部，自私的搭便车者，也就是图上的 slackers， 往往会击败合作的好公民 solid citizens。但别忘了，还有第2层游戏，那就是在群体之间的竞争。由好公民组成的群体，因为内部合作无间，效率高，最终会击败那些充满搭便车者、内斗不断的群体。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永恒的拉锯战。个体的自私行为有利于在群体内部胜出，但群体的合作行为有利于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胜出。达尔文早在1871年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中就写下了这段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话。他说，一个部落如果里面有很多成员，总是准备好互相帮助，那么这个部落将会战胜大多数其他部落。而这就是天择。你看，这段话在150年前就已经清楚地点出了群体选择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人类的道德、同情心、忠诚，这些看似对个体生存不利的美德，其实就是透过这种部落跟部落之间的竞争，才得以在演化中被保留下来的。然而，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达尔文这么伟大的想法，照理说应该被奉为圭臬吧？但事实正好相反。在20世纪中叶之后，这个想法竟然被整个学术界几乎是完全地抛弃了，而且长达40年之久。群体选择这个词在当时的演化生物学界变成了一个学术禁忌，谁提谁就会被认为是科学素养不足，甚至被贴上天真这的标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看似如此合理，连达尔文都亲自背书的理论，为什么会一夕之间跌落神坛？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理论曲折的兴衰史，这简直比8点档还精彩。一切始于1871年，达尔文提出了这个想法。到了20世纪中叶，群体选择这个概念被很多生物学家有点滥用了。他们会提出一些听起来很美好，但其实不够严谨的说法，比如狮子不把猎物吃光是为了整个狮子物种的永续发展。这种说法缺乏严谨的数学模型支持，后来被批评为天真的群体选择论。然后转捩点在1966年出现了。一位叫乔治·威廉斯的生物学家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的书，他用非常犀利的论点，几乎是彻底摧毁了当时主流的群体选择观点。于是这个理论被打入冷宫，销声匿迹。直到1970年代之后，随着更多新的证据和更严谨的理论模型出现，这个理论才终于浴火重生，重回学术殿堂。威廉斯的论点，我们必须把它拆成2半来看，这非常关键。首先，他说对的部分是关于逻辑，他其实巩固了达尔文的逻辑框架，确立了一个游戏规则。他说，如果真的有什么特质是为了群体好而演化出来的，那他一定得透过群体跟群体之间的竞争才能办到，光靠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绝对办不到的。这点完全没错。但他说错的部分是一个对现实
实世界的经验判断。他非常武断地宣称，在真实的自然界，群体跟群体之间的竞争，譬如说整个族群的消亡，那个速度太慢了。跟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像是个体的生老病死，相比之下，群体选择的力量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个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因为威廉斯那本书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整个演化生物学界就此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个体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利他行为都必须被重新解释成骨子里是自私的。这就催生了2个非常有名的理论，一个是亲缘选择，简单说就是我之所以会对我的亲戚好，甚至为他们牺牲，不是因为我无私，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流着跟我的血，有我的基因，帮助他们就等于间接帮助我自己的基因库延续下去。另一个理论更彻底，就是理查道金斯提出的自私的基因。这个理论认为，我们生物个体都只是基因制造出来用来求生存的机器人，演化的真正主角不是我们，而是基因，而基因唯一在乎的就是不断的复制自己。在那个时代，任何为群体好的解释都会被视为不科学、不严谨。那么，既然群体选择这个理论已经被埋葬的这么彻底了，它又是怎么奇迹似地的复活的呢？是什么样的新发现，让科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去挖出这个被他们抛弃了几十年的理论，然后拍拍下面的灰尘，重新审视它呢？接下来，科学界发生了几件关键的事，让整个局势出现了大逆转。第一，越来越多的田野调查和实验证据显示，威廉斯那个群体选择力量很弱的经验宣称是错的。在很多情况下，群体间的竞争其实非常激烈而且快速，它的力量完全足以压倒内部的个体竞争。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后来的数学家和理论生物学家在重新检视那些理论的数学模型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原本用来取代群体选择的理论，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亲缘选择，等一下，用数学模型拆解后，会发现它们本身就是群体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你看，亲缘选择是怎么运作的？在一个家庭，这就是一个小群体里面，愿意牺牲奉献的哥哥跟自私的弟弟相比，在家庭内部是吃亏的。但是，拥有更多合作者、更团结的家庭群体，在跟其他家庭群体竞争资源时，整体上会更成功。这不就完全回到了达尔文的双层选择逻辑吗？所以这些理论根本不是群体选择的替代品，而是它在特定情境下的漂亮展现。所以绕了一大圈，科学又回到了达尔文最初的洞见。只是这一次，我们有了更严谨的数学模型和更丰富的实证证据。今天，科学家们把这个升级版的理论称为多层次选择理论，承认天择可以同时在多个层次上发生作用。基因跟基因之间会竞争，个体跟个体之间会竞争，群体跟群体之间也会竞争。这个理论框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分析透镜，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界中从微生物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在的合作现象。我们来看几个野外的实际案例，你就会感觉更深刻。在狮群中，科学家发现，当有外敌入侵时，总有几只像梅尔吉波森一样勇敢的母狮会冒着生命危险冲在最前面，而另外一些胆小的母狮则会躲在后面。在狮群内部，胆小的狮子显然更安全，生存几率高。但整个狮群的存续却完全依赖于那些勇敢的狮子，这就是典型的组内自私选择 versus 组间合作选择。还有非洲水牛，他们在决定要去哪里吃草时，会有一种很民主的投票行为。母牛们会站起来，朝着自己想去的方向凝视，最后整个牛群会朝着最多牛凝视的方向前进。这是一种为了群体利益的集体决策。甚至在微生物世界也是如此，有些细菌会分泌一种昂贵的聚合物，在水面上形成一层保护垫，让大家都能接触到氧气。但总有会骗子细菌，它们不分泌，只享受好处，所以在保护垫内部，它们繁殖得更快。但当骗子太多时，整层垫子会崩解，最后所有细菌，包括骗子自己，都会一起沉到水底死掉。
你看，短视的自私最终导致了集体的毁灭。好，理解了多层次选择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谈一个现代生物学里面我个人认为最深刻、最震撼人心的概念了。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内容已经很有趣了，那接下来这个概念可能会直接刷新你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你对个体和生命的看法。这个概念叫做演化中的主要转折。它指的是演化的驱动力不只是我们一般熟知的那种微小的渐进的基因突变，在生命历史上还有一种更宏大、更具创造力的演化方式，那就是当一群原本独立的个体透过群体选择的力量，合作变得越来越紧密，分工越来越精细，最终他们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超级生物体。原本的群体就变成了新的个体。我们来看这个不可思议的过程，这就像是生命演化的乐高堆叠，一层一层往上盖。最一开始，在生命之初，基因可能都是独立漂浮的，但自私的基因在基因池里乱窜，对整体发展不好。于是，一些合作的基因就组队，把自己绑在染色体这个结构上，强迫大家利益共享、同舟共济。这就是第一次主要转折。接着，这些基因形成了单纯的原核细胞，像是细菌。然后又一次转折发生了，某些细菌透过合作，甚至吞噬了其他的细菌，让它们在自己体内共生，最终形成了拥有粒线体这种能量工厂的复杂细胞。最后也是最壮观的一次转折，无数的单细胞生物再次透过合作，放弃了独立生存的权利，组成了像你我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你身体里的皮肤细胞、肝脏细胞，全都牺牲了自己独立繁殖的能力，为的是整个身体这个更高层次群体的利益。我们继续看下去，这里的结论真的会让人头皮发麻。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所谓的个体其实根本不是演化的基本单位。每一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个体，不管是你身体里的一个细胞，还是你这个人本身，都是过去时代里成功合作的群体。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由数十兆个细胞组成的高度整合的社会。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像是这个社会的警察，在镇压那些想要叛变的癌细胞、自私者。所以，演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镇压内部自私、促进更高层次合作的史诗。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我们从鸡的实验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根本矛盾，在群体内部，自私者胜出，但在群体之间，合作的群体胜出。第二，这个双层选择的永恒拉锯，就是多层次选择理论的核心。它解释了合作行为是如何在充满自私诱惑的演化中出现的。第三，也是最震撼的，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生命演化会经历主要转折，原本的个体会融合成更高层次的超级生物体。我们自己就是几十亿年合作演化的产物。这就带给我们最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生物体都只是过去的群体，那么我们人类社会这个由几十亿个体组成的巨大群体，在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演化成什么样的新形态生物体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